梁静书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快把阿玉放开！我想做什么？我自然是想给自己讨个公道。谢廷铮，我才是跟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。如果不是这个女人设计陷害，现在嫁给你的人应该是我，是我。如今我被他害成这样，你却要跟他双宿双飞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愿去。这梁静书怎么又跑出来发疯了？人家今日大喜，她可真会挑时候。哎呦，这女人这5年什么时候消停过呀？仗着自己跟小侯爷一起长大的情分，不是去纠缠小侯爷，就是去陷害为难苏姑娘。如今人家终成眷侣，她怎会善罢甘休啊？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梁静书不是已经嫁人生子了吗？她这么闹，傅家也不嫌丢人。哎呦，那丢人又能怎么办呢？这梁静书是低价，那温煦要有不满，锦绣前程还要不要了？梁静书，我都说了，我虽与你一道长大，可在我心里就是妹妹一样的人。就算没有阿宇，我跟你也没有一丝可能。而且当年之事与阿宇半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能因为你运气不好，就把所有过错怪罪到无辜之人身上。你住口！如果不是他幕后策划，我怎会在宴会上失身于温煦，又怎会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更不会生下一个孽障。我的人生就是毁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凭什么他能幸福，他就该死，就该陪着我一起下地狱。廷铮救我！阿宇，人少爷，这不仅是轮回，明将案件我一奉陪，蝼蚁上能把树摧毁，且先慢着给我准备。可是有归途，岁月放上放肆浮名。阿宇，不如命运的阵阵痛征伏笔，换好学习，似梦若即若离。你简直无药可救！廷铮、阿宇，你们没事吧？为什么？分明就是他错。若一天为敌，如何改写结局？尽在咫尺依然远离。夫人落水，被救上来的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后面老夫为她开几副祛寒的药，吃一吃便没事了。有劳了，小琪，送送李大夫。行了。兄长来了，在前厅候着。这次的事儿，他好像很生气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来人，为我洗漱更衣。我叫梁静书，这是我第2次重生。我叫梁静书，丞相府小姐，因从小受父母兄长宠爱，养成了天真娇气性子。6岁那年，哥哥在书院结交到了一个好友，带回家中。他叫谢廷铮，侯府嫡出的公子。阿叔，这是廷铮哥哥的好朋友，你以后唤他廷铮哥哥便好。阿叔妹妹好。自那时起，我们仨便总玩在一起，从懵懂稚童到青涩少年。谢廷铮，你又偷喝我的桂花酿，你给我下来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我错了吗？阿叔妹妹，我给你这套花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。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心动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喜欢上了这位与我一起长大的少年。我原以为我们青梅竹马的情谊，还有门当户对的家世，以及他对我的关怀宠溺，我们会顺理成章的结发相守共白头。可这一切的美好期许被终止在我及笄的那一年。
我参加了一场宴会，宴会上兵部侍郎后宅争斗，嫡女算计庶妹苏云，企图毁她贞洁，害她名声，而我阴差阳错替苏玉挡了灾祸。第一是兵部侍郎嫡女奸计败露，身败名裂，她的母亲教导无方，被休妻下堂，一直遭受欺凌的侍郎府庶女苏玉苦尽甘来，而我被陛下指婚给了温煦。梁氏敬书，温柔和顺，娴静端方，特赐婚于状元郎温煦，结两性之好。被迫与自己心爱之人陌路，被迫嫁给毁我清白的人，被迫生下不爱之人的孩子。夫人这是有喜了。我知你心愿听政，可事已至此，往事便别再提了，好好同温煦过日子吧。那时候我也试图劝解自己，你的这一生便是如此，认命吧。可每每午夜梦回，我却一遍遍在想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我要有此一劫？我怨恨，我怨恨心思歹毒的侍郎嫡女，我怨恨躲过一劫的苏玉，我怨恨同样遭受算计与我捆绑的温煦，我也怨恨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，是他们一起毁了我。可最后，我更怨恨自己。怎么就那么不小心中了别人的算计？这种怨恨不甘让我画地为牢。成婚的第3年，我抑郁而终。我的第一次重生是在宴会当日。当时我的马车正在前去赴宴的路上，重生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，一切可以重来的巨大惊喜让我几乎落泪。我叫停了马车，原路回家去。只要我避开这场宴会，那么我便不会被卷入争端，我的人生就可以重来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再次醒来，熟悉的床榻，熟悉的人影，熟悉的算计。父亲，你信我，不是我害的梁小姐，我分明算计的是苏云，对，是苏云，是她害我。苏云，一定是你害我。梁氏敬书，温柔和顺，娴静端方，特赐婚于状元郎温煦，结两性之好。我不懂，为什么我又出现在这场宴会上？为什么我还是卷进了那场算计？如果说这是我命中注定躲不开的结束，为什么还要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？难道只是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只能是一场笑话？这个世界太荒谬了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。这个重生肯定是假的，一定是我临死前的幻想。只要跳下去，就什么都结束了。对，只要跳下去。可就在我准备一死了之，来摆脱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时，前世无论如何调查都没有证据的事情，却忽然出现在眼前。父亲向来偏宠嫡姐，嫡姐算计我一事，便是告知于他，他也会大事化小，劝我忍下。可梁静说不通，她是丞相府金尊玉贵的小姐，嫡姐的算计将她牵连进来，父亲便是想要徇私包庇，那也得看丞相府答不答应。
小姐聪慧，只是这梁小姐到底无辜，如今没了清白名誉，终究是亏欠了她。我自是知道此事对她不助，故而才将嫡姐安排的乞丐换作了温煦。温煦虽出身寒微，可却是陛下钦点的状元，才华出众，前途无量。梁静书便是嫁他，也算不得吃亏。这也算是我将他牵涉进此事的补偿吧。原来所谓的伤天捉弄，只是别人处心积虑的一场算计，我只是那其中的棋子，而那所谓的受害者，才是操控这一切的幕后推手。我原本安定顺畅的人生，究竟是毁在他的手里。我开始针对苏雨，我势必要将他虚伪的假面撕下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。可是这一世，随着我的针对，我的哥哥对他生出怜惜，我的竹马也开始偏袒于他。他们不信我，不信是苏瑜背后策划偷梁换柱，他们只以为我是受了刺激，我在迁怒他。梁静书，你疯够了没有？你发生那样的事情确实叫人痛心，可苏瑜也是受害者，你不能因为他侥幸逃脱，便是非不明，将罪责算到他头上。阿叔，苏瑜是个好姑娘，你魔怔了。幻化掉落，他毁了我，可我爱的人却一步步为他沦陷。萧瑟如一曲送别挽歌，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梦月寄托。这太荒唐了！我大约是疯了，我疯狂地针对他。我迫切地想要抢回我爱的人，可最后谢霆锋爱上了他，我的哥哥也厌弃了我。终于在他与谢霆锋大婚的那一日，我一母同胞的哥哥亲手杀了我，我的第二世臭名昭著，众叛亲离。情断谁合Hello， 书粉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第一夫人的作者小贤。第一夫人在经历2次改稿后，总算迎来了大结局。很高兴大家喜欢我写的故事。于正夫妇相爱过程虽曲折，但终得圆满。希望大家也能获得自己的幸福。最后，抱抱我们苦练不得的可怜男配梁景石。咱们下个故事再见啦！这女人这次是真活该，人家信小侯爷约苏姑娘游湖，她煞风景的跟了上去也就算了，竟还恶毒的想要推苏姑娘落水。所幸小侯爷发现及时救下苏姑娘，最后还将她扔水里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我的第2次重生，重生在我针对苏瑜的第3次，亦是我成婚的第4年。九爷素来好性儿，今日脸色难看成那样，有好戏看了。哼，真希望梁公子好好教训那女人。一个女人都已经嫁人生子，却还整天去缠着别的男人，甚至为难陷害人家心仪的女子，忒不要脸了。妄议主子是非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大人，自去领罚吧。是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了与我最要好的2人，对苏瑜开始另眼相待，对苏瑜的怨恨愈加深刻，甚至已经不惜出手害他性命。因为我的疯狂，谢梁2人已经对我生出了厌烦之心。
兄长是明辨是非的人，这次来也许只是想要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。你如实说，他断不能冤了你。如实说，我确实是想推苏瑜下水，只是苍天无眼，叫他躲了过去。这就是事实。既然两世强求都不得善果，这一世就该放下了。什么真相，什么狗屁爱情亲情，我通通不要了。梁静书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兄长，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我当是哪来的疯狗，不由分说就往人身上凑，原来是哥哥你啊！这不年不节的，也不知哥哥是来做什么的。梁静书，你以为你装糊涂，我就不会追究你推苏瑜下水的过错吗？追究自然是要追究的，只是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跟苏瑜是什么关系啊？轮得到你替他出头？难不成你喜欢他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只是看不惯你心思恶毒，嫉妒成性。哎呀，你们有话好好说嘛。作弊还是叫你8圈钱。梁景池，少他妈恶心人了！承认自己喜欢上兄弟的女人很难吗？打着为兄弟不平的旗号献殷勤，会显得你更加深情吗？不会，只会显得你更加卑鄙而已。我以前想不通，分明是我的哥哥，为什么要护着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，为此不惜为难刻薄于我？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你跟谢霆锋是兄弟情深呢，可后来再一想，这朋友之间再怎么情深，也轮不到你为他的女人撑腰出气吧。梁景池，你自诩与谢霆锋手足兄弟，却惦记上兄弟的女人，你说要是谢霆锋知道，他会如何想你？够了，你少挑拨离间。我与霆锋多年兄弟，他岂会如你一般龌龊揣度？是吗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了。梁静书，你这么恶毒的人，活该霆锋不喜欢你。哼！呸！的晦气！你来了，坐。听丫鬟说你找我。说起来，比起谢霆锋、梁景池那种世家少爷公子，温煦这种纯靠自身能力便高中状元、得受重用的人才，才是真有出息。若不是苏瑜这一出，我与他之间应该是毫无交集的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这是我一半的嫁妆，你看看。何意？你为官免不了官场来往，京中的大人们也不是什么只吃草的山路，你手头宽裕些，这条青云路走得也能更加顺畅些。当然了，这也不是白给你的，我想同你买断我从前的错误。我之前思想钻了些牛角尖，做了些错事，为世人所不齿。我俩的婚约虽是皇命赐下，可关起门的日子全在你一念之间。这些年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你对我也不曾有过半分亏待，我很感激你。如今于生死之际走了一遭，我想通了很多，前尘往事我不想再念叨了，我想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所以
算是向你投诚吧。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梁姑娘，你似乎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了。人嘛，摔得多了，总要长教训的嘛。你……梁姑娘不必如此。当年之事，不管真相如何，旭都愧对于你。这些年来，你困于心魔，言行无状，旭每每见此都心痛不已。如果说那真相是逼疯你的主谋，旭便是其中的帮凶，如今何谈什么原谅？梁姑娘，这嫁妆你且收好。温旭在此向你承诺，往后只要旭还有一口气在，这天底下便有你一席之地。爱有1/10甜，宁愿我就温旭，你相信我吗？当年之事真的是苏瑜一手策划。我信。我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。小姐，您不喜欢小侯爷了吗？他？梁静书，你发生那种事情，只能说你倒霉。你凭什么迁怒阿宇？你如此恶毒，怪不得会遭人算计，全是你的报应。我怎么会认识你这样的人？来人，把他也拖下水去，是让他也尝尝阿宇的痛苦。眼盲心瞎之人，如何配得上我的喜欢？自从上次梁静书与温旭长谈，此后半个月的日子，府中之人都发现了他的变化。以往但凡听到关于苏姑娘与小侯爷的消息，他总是气得在屋内乱砸一番，随后宛若那遭了背叛的妒妻恶妇一般冲出门去，与那两人冲突，最后再叫人好一番羞辱。回来后继续咒骂摔砸。可这次落水醒来后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开始同其他当家做主的夫人一样，开始管理内战、社交经营。就算有人在他面前无意提到谢、苏二人，他也不为所动，似乎是彻底放下了过往的一切。现在就裁缝铺没去了，马上入秋了，该请师傅们上门给府里的众人量体裁衣了。哎，小姐，您看那儿，这镯子好，阿玉戴上一定很好看。真的吗？梁公子也这么觉得吗？你喜欢就好。是啊是啊，你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掌柜的，这只镯子。呀，好巧啊！你们也出来逛街呀？梁静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们好歹也相处了多年，这般防备于我，我也是会难过的。你少恶心人！这些年你处处为难欺辱阿宇，桩桩件件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我警告你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那热湖水的滋味，想必你还没忘吧？瞧你们那样，看来我之前做的事情确实叫你们不愉快了。哎呀，好啦，放松些，我今日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呢就是过来问个问题。苏姑娘，有事在此处问就行。你休想靠贾雨一步。苏姑娘，你呢？梁姑娘，当年嫡姐陷害，你是替我挡了一劫没错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你处处为难搓磨于我，我欠你的我早还清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作践了。罢了罢了，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他们俩你到底喜欢谁呀？
梁静书，你到底想找什么花招？阿宇喜欢谁关你何事？哼，你不会以为耍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吗？我告诉你，谢霆锋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喜欢自作多情啊？从始至终我有说过喜欢你吗？还是说我曾经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，所以你总觉得自己是什么香饽饽遭人惦记？你强词夺理。我呢，如今已经嫁为人妻，我的夫君还是新科状元，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，前途无量。说不准哪天啊，我就成了诰命夫人。某些没功名没官衔的啃老纨绔，还是别来沾边。梁静书，你找死！这池，你闹成这样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哥哥都不觉得丢人，我有什么好丢人的？本来也不至于跟他拌这句嘴，偏有些不识趣的人自作多情的凑过来，这不是自找的吗？你，梁姑娘。阿征性子直率冲动，自然不懂梁姑娘话里的弯弯绕绕。你既然是冲我来的，何必刺激旁人？我说了，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，是他太敏感。诶，你知道梁景池喜欢你吗？小姐，您不是说想过自己的日子，不找那3个人麻烦了吗？怎么又……哎呀，我是说过不找他们麻烦，但是有机会添堵的话，那不就顺手的事儿吗？小姐，您不会还对小侯爷……停！你记住，我现在是一个有夫之妇，我的夫君是陛下钦点的新科状元，前途无量。以后少在我面前提那个癞蛤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没想到这番挑拨就有这样的收获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！梁静书，你他妈在胡说什么？景池怎么会喜欢阿宇？他可是我兄弟。你兄弟咋了？你兄弟就不是人？是你兄弟就不能自由的喜欢一个人吗？人苏姑娘又不是跟你绑在一块儿了，凭什么别人就不能喜欢她？你不觉得你这个人霸道的不讲理吗？你，哎，你想干什么？被我说中了，就恼羞成怒，要杀人灭口。你果然是个废物，不敢质问自己的兄弟，不敢怀疑自己的女人，只敢恐吓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谢霆锋，你真没种！谢霆锋，你真没种！景池，你来告诉他，他的那个问题到底有多可笑。梁景池，喜欢我是什么很丢人的事吗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廷铮，是我先喜欢上他的。苏玉，不要胡闹！胡闹？在你眼里，我从来都是胡闹的。你也不用再审了，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我在纠缠，而你的好兄弟知道你喜欢我，他想要你幸福，所以拒绝了我。其实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我很不快乐，所以我决定遵从本心，放过自己了。我的女人喜欢上了我的兄弟，不是，我的女人是因为被我兄弟拒绝才跟我在一起，我的兄弟因为我拒绝了我的女人，所以我的女人才是我的女人。
听着，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把我当笑话？我没有。我不想看见你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滚出去！我让你滚啊！我改日再来看你。真的，苏玉最近一直跟着梁景池。小姐，千真万确，奴婢可是打听得清清楚楚。那日咱们走后，他们三人回了侯府，听侯府的下人透露，那三人似乎吵了起来，然后便看到那姓苏的跟舅爷相继离开，只留那小侯爷一人砸了屋中好些东西，像是气狠了。而且还有更新奇的，说是从那日以后，那女人也不跟小侯爷出双入对了，反倒是舅爷出现的地方，那女人不远不近的跟着。虽说舅爷不曾搭理她，可这京中人人都在说她不知廉耻，还笑那小侯爷是绿王八呢。他们真的这样说？千真万确呢。现在城中骂夫人的话都少了，反倒是说夫人先前处处针对那女人，定是发现了她水性杨花的本性，想要维护兄长跟小侯爷的体面才做了恶人。这诗人的嘴还真是朝令夕改，随风而动啊！哎，文心，你去我府库中准备些礼物给丞相府送去，就说不孝女静书，疯癫多年不曾尽孝，还请父亲母亲原谅。如今我心魔已破，往后定当潜心思过，不辱门楣。啊，小姐你这是变成什么蛋，弄成什么碗，路漏前面不能太多老师。如今苏瑜亲手断绝了嫁入侯府的可能，以他的家世，梁景池便是他唯一的选择。而梁景池那表面君子，素来优柔寡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苏瑜再多纠缠几日，他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他的靠近。我呢，素来记仇，自是不想他们称心如意。小姐，你好像变聪明了。以前把什么都看得太重，总被情绪牵着走，如今置身事外才发现，玩他们就跟玩狗一样。好了，赶紧去办事吧。苏瑜呀苏瑜，也不知道这次咱们的创作者能不能帮你扭转乾坤。夫人不好了，书院传了消息过来，小公子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奴婢也不清楚，奴婢是看书童在前院到处找大人，但大人这几日事务繁忙，常不在府中。奴婢先前见过小公子，实在是个令人心疼的孩子，这才斗胆前来禀告夫人，还望夫人为小公子做主。我是有过一个孩子的，当年一事，温煦与我虽同被苏雨算计，可夫妻之事却是真真切切。我怨恨设计毒计的苏雨，同样的，对于温煦这个污我清白的男人，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不迁怒不怨怼。故而当我被诊出有冤时，我只恨自己不够狠心，让他胎死腹中。何时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让我去死！让我去死！小姐，我的小姐，您别这样，您还年轻，您还有大把年华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大把年华，我的人生早已经毁了。我嫁给了一个轻薄了自己的邓秃子，我如今还还了他的孽仇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小姐，梁姑娘，温某知道，温某对不起你，是我愚钝遭人算计，冒犯于你，是我该死。梁姑娘没有错，是温煦错了。梁姑娘要打要杀，温某都愿意承受，还请梁姑娘保重身子，不要再伤害自己了。温煦在此向您赔罪了。
自古以来，哪有什么与女子无害的取胎之法，不过是以身赌命罢了。老朽观夫人胎相健壮活泼，大人何至于此啊？此事老朽无能，大人还是另寻他人吧。大夫，大夫您别走，你再想想办法呀！淡风拉扯着情愫。文旭，你想要这个孩子？一句此生不换，照耀我。梁姑娘，旭一定会照顾好的。留一生孤注悲欢。书院中有这种事情，为何一直不上报？如今差点出了人命，你叫我如何同这孩子的父母交代？山长息怒，这山中书院坐落于天子脚下，就读之人皆非富即贵。以往这般恃强凌弱、以多欺少的事儿，倒也不是没有。只是之前这群孩子尚有分寸，你我便是插手，也只会吃力不讨好，落个开罪人的下场。所以我才瞒了下来。也不知为何这次他们没了分寸。混账！亏你还是个夫子！君子曰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此乃教书育人、修心修身之地。你对上欺瞒，对下视而不见，你这是在助纣为虐。如今这孩子伤痕累累，你问心有愧否？山长，山长，我知道错了，小人知道错了，还望山长恕罪啊！你，山长，温夫人到了。温夫人，老朽有负厚望，未能忽悠令郎，还望夫人恕罪。怎么回事？我儿呢？这，夫人请随我来。这是我儿？唉，是我等的失职。闻言，这孩子性子格外安静，便是被欺负了也不曾声张。若不是这次，唉，老夫惭愧呀。大夫如何说？啊，大夫说无妨，这额上的伤将养个月余便没事了。只是这身上新伤叠旧伤，怕是多少会留下些疤痕。另孩子年幼遭此欺凌，只怕身上的伤好养，心里的伤难医呀。是谁？是谁害我儿？哎呀，大人你可回来了？何事如此惊慌？大人，书院传了消息来，说是小公子出事儿了，夫人也得了消息，这会儿应该已经赶到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掉头去书院。山长为何知无不言？难道是要包庇那些伤害我儿的凶手不成？温夫人还请息怒，此乃书院，而那也只是一群孩子，若是闹出事来，那我儿便该受此委屈吗？他也是个孩子。山有小黄花作伴，不要生气。海有小船停靠的岸，夜里星星在眨眼。唉，可怜的孩子。夫人，不要为了燕儿生气。你不认识我？山长，温大人来了。山长，燕儿出什么事了？爹爹，爹爹在，爹爹来晚了。山长，
我知晓在这书院读书之人非富即贵，我不想在书院中闹开叫你为难，但我儿受此屈辱，断不能善罢甘休，还请山长告知那群欺负了我儿的混账到底有谁。罢了罢了，既是他们犯错，自该担些惩罚。老徐便告知夫人吧。夫人啊，此事今日文旭，我不懂，我已经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为什么我的孩子还要跟我一样的委屈？你答应过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文旭，你想要这个孩子吗？我昨夜感觉到他在踢我，我是恨你，恨你为何跟我一样被算计，恨你为何没有抵住要钱，可我更恨的是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粗心大意叫人算计，恨我事已至此依旧不敢，更恨我既有不甘，却依旧狠不下心肠。文旭，我只问你，这孩子你想不想要？若姑娘愿为婿留此一脉，婿来日定结草衔环以报应。我不要你结草衔环，我只要你照顾好他，护他安稳一生，此一时莫要出现在我眼前。文旭，谢姑娘大恩。繁花凋落，寥寥一生有几何？风起萧瑟，如一曲送别。会放过欺负他的？情断谁合？爱上有几多？天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陛下，臣要参南安郡王，兵部侍郎，大理寺丞，纵子伤人，教子无方。不烫了，可以喝了。怎么这般看着爹爹？可是有话想说。爹爹，那日出现的夫人真的是我的娘亲吗？燕儿，你可怨你娘亲啊？你自小娘亲便不在身边照料，时至今日你才第一次见到她，你心里……爹爹，如果我说我有点生气，那我是不是个坏孩子？燕儿，我与你娘亲同寻常夫妻不同。让爹爹想想该怎么说呢？人生于世，每个人都有喜欢别人或者被别人喜欢的权利，而当两个人相互喜欢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大家的祝福下举行仪式，搬进同一个屋子生活，彼此照料，彼此陪伴，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刻。世上大部分的夫妻都是因为相爱才会成为夫妻。你跟娘亲难道不是吗？我跟你娘啊，当年我金榜题名，确实算得上是风光无限，可自古姻亲逃不过一个门当户对。你娘亲生下来就是丞相府的千金小姐，便是当太子妃也是当得的。我要说配得上你娘，旁人大约都要笑我是个疯子。你娘当年是京城中名声最好的姑娘，容貌倾城，才华无双，
多少公子小姐为之倾慕。你看苍天啊，日与落，旁无人，看岁月啊，静候着故事生根。你看去了哇，娘好厉害啊！是很厉害，只是这样厉害的姑娘，从一开始就心有所属。是爹爹吗？不是。啊？那时候我与你娘还不认识，她喜欢的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公子。那为什么后来娘亲会跟爹爹在一起了？此事说来便复杂了很多。当年我与你娘参加了一场宴会，然后遇到了一个很坏的人，他给我们下了药，让我们睡在了一起，还让很多人看到了。不得已，我们才成了亲，做了夫妻。所以，就像我不喜欢的人，却要我跟他一起玩，我会不开心一样。娘不喜欢你，却要跟你一起生活，所以他不开心，他讨厌爹爹，也不喜欢燕儿。简直胡扯！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儿，少听你爹胡扯，娘没有不喜欢你，娘只是当时事发突然，难以面对。你是娘10月怀胎所生，娘怎么会一点也不喜欢你呢？呀！当年娘是讨厌你爹，因为你爹也是跟我一样被坏人算计。可我作为女子，吃亏更多，所以你爹在娘看来，跟那些强迫女子的登徒子没有什么区别。至于你，是娘迁怒了你，但是燕儿，娘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，娘自问已经做到了此心无愧。娘亲，不哭。燕儿在爱你的路。娘亲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等到了，燕儿就知道了。娘，别怕，有娘在。怎么，你们是来我温府罚站的吗？还不快去！文燕，对不起，文燕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欺负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娘亲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居然给我道歉了！要知道，在书院里他们从来没有低头过。这个简单，全部揍一顿就好了。啊，娘亲一个大人打小孩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好？傻儿子，娘今天得教你一个道理，做人呢，不能太讲原则，面对特别的人，要行非常手段。就今日之事而言，他们欺负我儿子，我作为母亲是不是很生气？是不是要为我儿讨回公道？那如果我讨回公道的手段只是警告他们一下，是不是多少没有作用？他们倚靠父母权势，霸道蛮横惯了，说只是警告，好像确实没什么用。所以说，他们如何待你，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如此教训，是不是更刻骨铭心？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可这么做了，他们的父母自有爹爹应付。燕儿，你只需要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其他的不用想太多。我以为你会说我不计后果，
太过冲动。身为孩子母亲，若见亲子受欺而无动于衷，那才可怕。我说的是这个吗？夫人是说动手打小孩吗？哼，夫人做的对极，为何要说？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为何要那般觉得？夫人率性做的都是旭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，旭只觉得痛快。你这人实在有些奇怪。夫人莫要纠结，世人多数在意生命脸面，圈在条条框框中过活，实在是累得慌。夫人历经多重苦难，如今心性洒脱自在，旭是真的替你开心。你看苍天啊，日与落，旁无人。文旭，若我说我也想照顾燕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出尔反尔？夫人哪里的话，燕儿是你亲生的孩子，你若想来照顾她，须求之不得。既如此，那明日我便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奇怪，要个孩子的探视权罢了，怎么反倒有种心虚的感觉？咱们燕儿也是要有母亲疼的孩子了。娘亲，快看着这个，这个糖人好香啊！喜欢就买，今日燕儿的花费由娘买单。哇，娘亲真好！今日落雪，跑得慢些，当心别摔了。娘才买点东西，你让文心姐姐先陪着你，要什么告诉她就好了。知道了。去吧，看着她点儿。多年未曾淡去。梁将叔，看起来这些日子你过得不错。离了你们这群神经病，自是过得不错。怎么，你过得不好？我过得好不好你不知道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成为满京城的笑话？行了，这话骗别人还行，怎么连自己都骗上了？你成为笑话，那是因为苏瑜欺骗了你，更是因为你的好兄弟梁景池自以为是的为你好，从头到尾可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什么我如今可没出现在你们面前，别什么臭的脏的都往我身上泼，显得你无能又专横。梁静书，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令人讨厌。呸！废物点心。娘亲，我回来了。我的乖宝儿。这转眼竟过年了。是啊，前几年夫人画地为牢，不曾操持府中，府中没有其他主子打点。大人身为男子，对这些多有疏忽。奴婢已经很多年没见府中如此热闹了。小姐，有个好消息你要听吗？奴婢去丞相府送年礼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奴婢看到大少爷带着那姓苏的女人回家了，说是要娶她过门。奴婢当时念礼单的速度都慢下来了，就想看看老爷夫人什么态度呢。你猜后来怎么着？苏瑜的身份太低，名声并不好听。我爹娘最是重规矩要脸面的人，我猜啊，这苏瑜要想进门，最好的结果大约也只是个姨娘了。哎，小姐，您真是神了！老爷夫人还真是这么说的。可是大少爷不一样，非说姓苏那女人是因为他才落得此名声，他此生许她一生一世，若不能娶妻为妻，宁愿削了头发做和尚去。气得老爷当场晕了过去，奴婢硬生生等着老爷醒了，看着他把少爷扔出门才回来的。真是一场好笑话。爹爹，你回来了！
吩咐人传菜吧，该吃年夜饭了。蜀山离了洪洞千江神来在，那在前回声开言。这什么故事呀？女主跟男主居然最后被赶出门了，一点也不好看，不要了。主角的结局居然这么潦草，一点也不轰轰烈烈，还不如配角呢，好歹温馨。走了，要上课了。